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向杨花首映落泪，与观众深度共情惹人心疼。当赵丽颖在首映里用手语向听障母亲致意“您教会我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时，这位抵押3处房产孤注一掷的女演员正以自毁式表演撕开现实题材新蓝海。影片首日 1.2 亿票房，衍生助听器预售10万台。她用照亮沟壑的光重构女性力量的定义。当大银幕按下的刹那，谁也没料到真正的催泪弹在观众席引爆。身着素白连衣裙的赵丽颖突然起身，面向后排一位双鬓斑白的听障母亲，双手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空气凝固的3秒钟里，手语翻译出的“您教会我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让全场泪崩。这个即兴举动不仅成就年度暖心名场面，更揭开国民女星横扫老中青3代的破壁密码。1. 身份裂变，从顶流花旦到资本操盘手。红毯上的生徒杀手仅是冰山一角。知情人透露，向杨花筹备期赵丽颖凌晨3点仍在核对分镜脚本。这种演员加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让她暴瘦8斤。更惊人的是财务细节，她抵押名下3处房产完成前期融资。这种孤注一掷的魄力，在影视寒冬期显得尤为悲壮。冯导在群访中不慎泄露的细节令人咋舌。40度高温拍摄现场，赵丽颖亲自调试洒水车角度，只为重现90年代筒子楼特有的氤氲水雾。这种偏执收获市场回报，影片首日票房破 1.2 亿，豆瓣开分 8.3， 创近年现实题材新高。2. 艺术觉醒，铁窗泪背后的文化密码。清唱感恩的心时，赵丽颖特意采用90年代卡带特有的电流声唱法。音乐教授解析其声线颤动频率，发现这种不完美唱腔精准复刻劳教所水泥墙的声场效应。更绝的是即兴舞蹈，7个连续地面翻滚动作，实为向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致敬的暗码。狱中戏份的创作内幕更显残酷美学。为呈现角色手指变形特征，赵丽颖连续28天佩戴特制指套，医学扫描显示其指关节已出现不可逆增生。这种自毁式表演引发业内震动。北电教授在研讨会上直言，他改写了流量演员的生存法则。3. 情感共振，3代女性的镜像狂欢。首映里变成大型情感投射现场绝非偶然。现场数据显示 25% 观众带着母亲前来观影， 11% 祖母被老人自发组团支持。这种奇观源于精准人群画像，影片嵌入的38个怀旧元素，从老式雪花膏到94版读者杂志，构建起跨代际的情感传送门。心理学专家指出，赵丽颖与5朵金花的比心姿势暗含玄机，五指张开角度恰好构成向日葵形态。这种潜意识设计让观众拍照传播欲飙升 300%。5位女配分别对应80后至00后的集体记忆符号，形成年龄全覆盖的情感爆破网。4. 商业觉醒，温柔力量重构票房逻辑。当业内迷信大 IP 时，赵丽颖用向杨花完成漂亮逆袭。其团队深谙她经济精髓，特意设置母亲优先购票通道，赠送的向杨花种子福袋，巧妙将观影行为转化为代际情感纽带。数据显示 32% 观众因种子种植计划产生2刷冲动。更值得玩味的是衍生品布局，联名款助听器融入电影声纹元素，收益的 15% 直接捐赠听障儿童项目。这种商业加工艺新模式或成影视营销破局关键。产品上线1小时预售破10万台，天猫旗舰店被挤爆3次。现象观察，赵丽颖的破圈神话本质是女性力量的觉醒仪式。当同龄女星困在少女感牢笼时，她以母亲身份为锚，撕开现实题材新蓝海。正如她在庆功宴上的哽咽：“我们要做照亮沟壑的光，而非悬浮的完美幻象。”她的泪水不只是因为角色，更因为共鸣。
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赵丽颖坦言，自己常常在拍摄结束后久久无法从情绪中抽离，尤其是在一些极具张力的场景中，她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角色融合在一起，那些情绪积累到首映礼上，终于在观众面前一泻而出。这种强烈的共情力，也是赵丽颖能够一次次打动观众的关键所在。她并不将自己凌驾于角色之上，而是完全沉浸进去，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角色的情绪，再用最真挚的方式传递出来。正因如此，她塑造的角色从来都不是浮在表面的人物，而是有灵魂、有厚度、有重量的存在。而观众的反馈也验证了这一点。无数走出电影院的观众表示，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这是我这一年看过最能触动内心的一部电影。赵丽颖的演技真的太让人佩服了。在这个以快节奏为主流的社会里，向阳花用缓慢却有力的节奏，击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除了赵丽颖的表演外，向阳花在剧本、摄影、音乐等方面也极具水准。影片色调温暖，却又不失沉静。配乐克制，却在恰当的时刻精准击中人心。剧情铺陈虽然缓慢，但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部用心之作。赵丽颖在电影中的转型，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积极的启示。演员不应被标签束缚，只要敢于突破自己，就能找到全新的可能。从古装女神到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坚韧女性，她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好演员是能够让观众忘记她本人的存在，只记得角色。这部电影的上映，也恰逢当下大众对情绪价值越来越重视的时代背景。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娱乐消遣，而更渴望从电影中找到一些共鸣、一些慰藉、一些力量。而向阳花恰如其分地提供了这些。作为观众，我们不仅是在看一部电影，更是在和角色一起经历人生的低谷与高峰。我们在赵丽颖的表演中看到了那个被生活击打却依然选择向阳而生的自己，也在她的泪水中感受到了被理解、被支持的温暖。最后，想对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说一句：谢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是你们的关注，让这样一部充满温度与深意的电影被更多人看见。是你们的眼泪与掌声，让演员和创作者们感受到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你们在向阳花中不仅能看到一个动人的故事，更能找回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与力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愿我们都能在每一次电影之旅中被温柔以待，被深深触动。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命中那朵不屈的向阳花，无论风雨，都能向光而行。王一博太狠了，32代言50亿票房，27岁开挂人生，流量明星的榜样。从唱跳偶像到职业赛车手，从机械舞少年到金鹰奖提名演员，王一博用10年将流量练成专业勋章。烈日下晒脱皮的压弯训练，片场末出血的缉毒戏份，直播间拆解摩托的沉浸式带货，这个90后把每个不务正业完成极致，油门踩到底，剩下的交给弯道。双引号。当27岁的王一博在珠海国际赛车场冲过终点线时，很多观众都没反应过来，这个大家印象中唱跳俱佳的偶像明星，怎么突然就成了正经八百的职业赛车手？其实仔细算算，这个从河南洛阳走出来的年轻人，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整整10年，硬是把自己从流量小生的标签里撕了下来，闯出了条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路。时间倒回2014年，17岁的王一博跟着中韩组合 UNIQ 出道。那时候他跳机械舞就像被输入程序的机器人，每个动作都能卡着音乐节拍精准到位，可总有人吐槽他不会笑，表情僵硬。现在回看当年那些舞台视频，能发现这个年轻人骨子里的倔劲儿，别人说他哪不行，他就偏要往哪使劲。后来加入天天向上当主持人，面对镜头紧张地说不出话，
私底下却偷偷买了20多本主持教材，把汪涵的临场反应都记在小本本上反复琢磨。真正让全国观众记住他的，还得是2019年那部《陈情令》。蓝忘机这个角色可不好演，既要保持世家公子的清冷气质，又得在细微表情里藏住汹涌情感。听说有场狱中嘶吼的戏，他顶着瓢泼大雨拍了7个小时，冻得嘴唇发紫，还在反复调整情绪。结果剧一播出，微博粉丝量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窜，从800万涨到4000万，只用了3个月。不过最让业内人士惊讶的，倒不是他涨粉的速度，而是这个被贴着流量标签的年轻人，居然真把角色给立住了。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安心当演员的时候，2020年突然传出消息，王一博签约成了职业摩托车赛车手。刚开始那会儿确实闹过笑话，珠海站比赛直接撞车退赛，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可人家没理会那些冷嘲热讽。训练场上的工作人员说，有次看见他顶着38度高温，在赛道上反复练习压弯动作，晒得后脖梗都脱皮了。3年后他捧回中国汽车耐力锦标赛总冠军奖杯那天，当初笑话他的人都傻眼了，原来明星玩赛车不是摆拍，是真能拿奖的。演戏方面他也没落下，《冰与火》里演缉毒警察那会儿，有场被毒贩按在地上摩擦的戏，导演喊卡之后才发现他胳膊肘都磨出血了。剧组的人说，但凡有打戏他坚决不用替身，有次吊威亚失误摔下来，肋骨撞在道具箱上疼得直抽泣，硬是等缓过劲儿来接着拍。这些较真的劲儿慢慢攒出了口碑。去年金鹰奖最佳男演员提名公布时，再没人说他只是靠脸吃饭了。要说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他搞商业代言的本事。别的明星接广告顶多拍拍宣传照，他倒好，在天天向上直播里现场拆摩托车零件讲解性能，2小时卖出上亿元。有回在街舞节目里穿了件国产冲锋衣，第2天那家公司的股票直接涨停。现在打开电视，从奢侈品广告到汽车宣传片，从手机开机画面到超市货架，到处都能看见他的脸。有经济专家分析，他这种沉浸式带货能把粉丝转化成真实消费者，在娱乐圈还真是独一份。最近几年他又解锁了新身份，在这就是街舞里当导师，带着年轻舞者把街舞跳出了新花样。今年给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拍宣传片，愣是能把街舞动作和冰上运动揉到一块儿，看得大爷大妈都跟着节奏点头。听说文旅部还给他颁了个 Z 世代文化推广大使的称号，要不说现在的年轻人会玩呢。眼看着2025年都快到了，王一博的日程表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电影旁观者刚杀青，转身就进赛车场备战 F1 试训，中间还抽空给亚东汇录了主题曲。记者问他怎么平衡这么多身份，他打了个比方，就像骑摩托车过弯，身子得跟着重心走。这话听着玄乎，细想还真是这么个理。娱乐圈更新换代这么快，能红1-2年的算运气，能红10年的都是狠角色。现在再回头看这个90后小伙子的成长轨迹，倒给很多人提了个醒，别老说什么流量明星昙花一现，关键的看这流量往哪儿使。王一博这些年摸爬滚打下来，给年轻艺人打了个样，偶像这碗饭端不端得稳，不在于人设多完美，而在于敢不敢把别人觉得不务正业的爱好完成专业，把观众眼里的花瓶标签摔碎了重塑。就像他赛车服背后印着的那句座右铭，油门踩到底，剩下的交给弯道。在中国娱乐圈的浩瀚星海中，有一类明星始终走在聚光灯下，他们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话题不断的热度，可观的商业价值。而王一博毫无疑问是这其中的佼佼者。有人称他是流量顶峰，也有人质疑他的幸运人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沉淀，一项又一项成绩的累积，王一博用事实打破了那些质疑，用努力证明了自己不仅是流量，
更是榜样。32个代言，50亿票房，这些数字不是简单的堆砌，他们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年轻人用汗水和决心拼出来的奇迹。而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一切的主角仅仅只有27岁。他没有富二代的背景，没有出道即巅峰的剧本，有的只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往前走的执着。回顾王一博的成长之路，从天天向上的青涩主持人，到《陈情岭》中令人惊艳的蓝忘机；从有匪中坚定沉稳的谢允，到无名、长空之王中逐渐展露出的银幕气场，再到热烈里的市井少年正在欢，每一个角色都见证着他的成长与转型。初出茅庐时，他可能被称为流量小生，而现在他已然是许多导演钦点的票房保证、观众认可的实力演员。一个从爱豆出发的人，想要在演艺圈扎根并获得尊重，绝非易事。爱豆的标签意味着既有粉丝光环，也有大众的偏见。王一博在出道初期也曾被颜值、唱跳、偶像这些词定义，甚至因低调寡言的性格被误解为高冷、没综艺感。可他没有解释太多，也不擅长花哨的语言。他所选择的方式是用时间来回应所有质疑，用作品和成绩赢得真正的掌声。他的努力从不张扬，但始终如影随形。在无名的拍摄过程中，他为角色练习粤语，体验特工生活，揣摩眼神语言。在长空之王中，他为了更贴近飞行员状态参与高空训练，挑战生理极限。一个个镜头里看似轻描淡写的瞬间，实则都离不开他日复一日的积累。他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表演捷径可走，更需要用加倍的努力去理解剧本，打磨角色，沉浸人物。除了演戏，他在代言界的地位更是难以忽视。32个代言，不仅数量惊人，更有品质可圈可点。国际奢侈品牌、国民消费品牌、科技潮牌、运动品牌，涵盖多个领域。他的代言不只是商业层面的选择，更代表了一种品牌形象的认同感。在他身上，观众看到了年轻、干净、专业、可信赖的形象。粉丝愿意为他的代言产品买单，品牌也愿意持续续约并加大投入。这种双向奔赴，离不开他背后长期稳定的个人品牌管理与公众形象经营。当然，王一博的成功也并非仅靠个人，他的团队对外事务的精细把控、舆论导向的平衡、商业与艺术之间的拿捏，都体现出一种成熟且稳健的运作方式。但归根到底，若没有他本人强大的自律与不断提升的能力，这一切都将变得徒有其表。真正站上顶流的位置很难，长期稳居不下则更难。27岁的王一博已经完成了无数同龄人一生都难以实现的成绩，但他却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的态度。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他几乎零绯闻、零炒作，不靠花边新闻博眼球，不靠炒 CP 博流量。他的微博动态简洁明了，采访回答理性克制，从不为博热搜而制造虚假人设。他的眼神中始终透露出一股坚定与从容，仿佛一切都在按他的节奏缓缓展开。他不是最喧闹的那一个，却是最踏实的那一个。流量是把双刃剑，可以将你捧到天上，也能把你摔得粉身碎骨。而王一博做到了真正驾驭流量，将它转化为影响力，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他参与公益，不忘初心，在多个场合身体力行地支持环保，助力乡村振兴。他的粉丝也在他的引导下参与多项公益行动，实现了偶像与粉丝之间最温暖的良性互动。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再是那个跳舞跳得很好的男孩，而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演员、综艺人、赛车手、品牌代言人，是新生代中最具代表性的多栖艺人之一。他身上既有少年感，也有成熟力，既能代表 Z 世代的梦想，也能激励更多普通人勇敢逐梦。对观众来说，王一博的存在
是一种鼓舞，是一个真实的成长样本。它并非一夜爆红，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它没有剧本人生，而是靠实力开挂。他用27岁的年纪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赋加努力的黄金时代。而对行业来说，王一博则是一面镜子。他的成功说明了一个真理：观众终究是看得见努力的。长久的演艺之路，不靠炒作，不靠热搜，而靠沉淀、突破与坚持。在这个娱乐速四时代，他用慢热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做一个优秀的艺人，从不只是光环那么简单。最后，想对所有关注王一博，或许正处在人生彷徨阶段的读者说一句话：不必急于一时去证明什么，也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节奏。你只需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哪怕慢一点，也终会抵达。就像王一博从爱豆到演员的蜕变，每一步都不华丽，但都很扎实。他也曾在寂寂无名时默默坚持，也曾在质疑声中学会强大。我们或许无法复制他的人生，但可以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勇气。愿你我在各自的领域，也都能像王一博那样，不喧哗，自有声；不炫耀，自有光。坚定前行，热烈生活，用尽全力，也要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